相信啊，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第一次听到阿维塔这个名字会觉得有点就非常的陌生，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汽车品牌？但是呢，如果你清楚它背后是哪些大的公司啊，他们一起创建的这个品牌，你就不会陌生了啊。那么阿维塔是由长安汽车、华为还有宁德时代共同创建的这么一个汽车品牌，哎，这就不陌生了，对吧？可以说这三位在各自领域都是响当当的重量级的主角。我觉得啊，长安汽车给它提供相应的这些硬件，而华为就不用说了，给它提供这个软件、算法，还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啊，还有这个互联网等等的。而宁德时代更不用说了啊，是咱们国家这个电动汽车方面动力电池的老大啊。所以呢，有他们三个在背后作为支持，我觉得阿维塔这个品牌还有未来的车型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所以呢，阿维塔这个品牌给大家介绍了啊，你应该也比较清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款车型啊，这辆阿维塔11啊，它并没有发布太多的关于参数啊，还有一些数据等等的，比如这个车长，还有轴距啊。所以呢，我们先看看它的这个整个设计造型啊。其实这个车最吸引我的就2点啊，外观上，第一，车头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日行灯，这个造型可以说特别的曲折蜿蜒，这应该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这个日行灯整个线条形状最复杂的车型了啊。这样一种效果啊，我觉得非常的有这个辨识度啊，有吸引力啊，尤其是当你开着一辆车在后视镜看见它这个日行灯在你后方的时候，哇，一下子你就会被这个吸引住啊。这是这个整个这个车头，我总结一下就是特别的个性。那另一点呢，就是车尾，来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车尾的设计。哎，虽然数据没有公布，但是可以看到啊，它的车轮使用的是265/40/22啊，这轮毂还是相当大的。车尾是不是特别的超脱？我觉得这个它的车尾没有使用传统 SUV 那种啊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向下滑的那种后风挡玻璃，而是一个什么呢？近乎于竖直的这么一个尾窗，非常的精巧。然后呢，两边是这种凸起的设计，然后连接到车尾，再是一个贯穿的大尾灯，我觉得非常漂亮，而且优雅。如果说车头是个性的话，车尾就是漂亮优雅，这是它整个这个设计的这么一个语言啊。我觉得车头车尾都还是相当出彩的。侧面呢，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一下啊。刚才说了，这辆车的这个具体的参数呢，并没有公布，但是呢，它也公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有以下4个啊。首先第一，它的100公里加速小于4秒啊，动力还是相当强的。第二，它的最高充电功率可以到200千瓦。第三，它的车载芯片最高运算速度可以达到400 TOPS， 也就是每秒钟400万亿次啊。第四呢，就是它满电的续航里程700公里加啊，也就是说满电情况下至少700公里啊，这是目前透露的这么一个参数。展车呢，它的这个车是没法开门的，然后内饰我们也看不了，所以呢，厂家就想把这个内饰啊，还有更多其他的参数，慢慢的向这个公众、向消费者去进行亮相啊，制造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悬念。好了，这个阿维塔11差不多呢，就是这些了。其实我觉得对于新生的这个品牌势力电动汽车来说呢，消费者可能更在乎的是2点：第一，你的整合能力究竟怎么样啊？其实对于汽车来说，尤其是对于电动汽车来说，大家用的都是那些非常成熟的啊、高端的那些配件。比如说电机都用谁的，对吧？芯片都用谁的，电池都用谁的，然后钢板等等都用谁的，所以就关键看你的整合能力。而另一个呢，就是销售的网络啊，这个售后服务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长安汽车它的优势啊，也不用太担心。所以呢，背后啊有这个长安汽车，有这个华为、宁德时代在给它撑腰，所以我觉得阿维塔未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这期胖哥试车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全新品牌的这个全新车型。那么更多的未知啊，包括这个参数还有内饰等等的，让我们未来拭目以待吧。拜拜。